你甘不甘愿、心不心甘情愿去做这件事情哈？在这一季，你的体能跟健康的考验蛮大的。来到这个第2个月份的时候，你抽到这张牌卡是 Justice，Justice 有点像说它是一个必要的、一定要的、该这么做的。5到10% 的处女座的朋友们，你不调，老天也会帮你调的，这个是会介入的。这个东西你势必在7月处理，不处理，在8月份自然会被处理。这个心中的希望跟改变啊，其实早就在你的内心萌芽。你如果在这边拖拖拉拉的处女座哈，你家是没有屋顶的哈，我可以告诉你，宇宙会直接伸手进来处理这件事情。有一派的处女座的朋友们，你不够坚定，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这一张牌卡是 No。你只要能够通过这场考验跟挑战，未来的美好的果实就在前方。Hello， 各位处女座、各位海底捞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Jen。今天这个影片是要给处女座各位海底捞们的这个正能量运势牌卡解读。那么以后呢，会有这个正能量运势牌卡解读的整体架构跟流程的说明啊。正能量运势牌卡解读它是没有任何时间上面的限制的，所以呢，如果呢你不是在首播的时候看到这个影片，请你呢能够自己往前后推敲3个月左右的时间，或者是呢以你当下的这个季节为主。好吗？好 ，OK。然后呢，我们今天呢，正能量运势牌卡解读一样有分为上半场跟下半场。那上半场的部分呢，会来跟大家说明有关于各个月份能量场的现状跟细节，以及呢，在各个月份要学习的这个实际的课题。OK 哈。那在下半场的部分，也就是我们的延伸牌卡解读。那延伸牌卡解读，我会用宇宙验证牌卡来验证呢，他们希望能够让我传递给你的讯息的内容的症结点，还有一些细节。OK 哈。然后呢，我们也会在下半场延伸牌卡解读。跟大家分享有关于每个月份你要特别注意有哪一些关键人物以及关键的时间点，还有每个月份要特别去注意到有哪些可能会发生的突发状况或者是事件等等之类的，我们也会来做一个详细的说明。那紧接着我们的下半场还会有天使下凡来解答的小游戏。 OK 好，就是你可以想3个问题，我请天使下凡呢来回答你这个答案到底是 yes 还是 no， 或者是有更好的建议可以提供给我们处女座的朋友们作为一个参考。那最后呢，我们延伸牌卡解读会用这个宇宙跟天使传讯的部分呢，来进行一个收尾，来听看看天使跟宇宙有什么样的讯息，希望透过传讯者我来告诉处女座的朋友们，好吗 ？OK， 好，我们会用口说的形式来传达给大家。那接下来呢，给大家看一下这3组牌卡，分别是你的第1个月份、跟第2个月份，还有第3个月份。OK 哈，那如同我所说的，你不是在首播看到的话，请你自行前后推敲这个时间点。那这张没有打开的这张牌卡，也就是你的底牌，也就是你的王牌，在这个季度的过程当中，这将近2到3个月的时间，如果你遇到任何的状况呢，可以听看看你的王牌底牌要给你的参考建议。 OK 哈，好，那接下来就请大家给我一点时间，让我去感受你能量场上面的呈现跟细节。 OK 好，那么就准备进入到你这一次的正能量运势牌卡解读咯。 OK OK 行哦，我觉得处女座这次的正能量运势牌卡解读，这是正能量运势牌卡解读，紧张到说不出话来，是不是？蛮有看头的哈，我可以用这样形容哈，我感觉有一种绝地重生，或者是那种怎么讲，就是很绝地重生的感觉啊。OK 哈，然后最重要的是，我觉得这个精神我很钦佩，就打死不退，然后呢又可以勇敢的继续向前，然后找到了这个解决方法，我觉得蛮不错的。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哈。好，来，首先呢，我们在第1个月份呢所看到的牌卡是 Hierophant， 然后圣杯6，然后还有这个 Chariot。OK 哈，这3张牌卡呢，在我这边看来哈，这个能量场非常有趣，就是说呢，你看哦，这是一个战车，可是你骑的是一个蝸牛，所以这蝸牛这台战车绝对跑不快嘛。OK 哈，那我们先把它放在旁边。OK 哈，等一下再告诉你这个东西哈。他们叫我先解释这个好了。OK 好，来行，这个蝸牛呢，我觉得很可爱的是哈，你看哦，这个女生呢，她是有点像是看着我们这样，看什么看？没看过人家骑蝸牛啊哈。所以我觉得蛮逗趣的哈。然后呢，这个蝸牛呢，好像左顾右盼哦，然后后面这边其实是有一个城堡。OK 哈，我总觉得这张牌卡给我有一个意象，就是说呢，我觉得你正在慢慢进行的这个跟你交手相关状况人事物哈，就比如说现在你有一份工作啦，或有一份感情啦等等之类，请你们自行灵活运用套用在你的生活当中。OK 哈，因为这个呢，详细的影片使用说明在下方说明栏都有，好不好？资讯栏都有。OK 哈，你们可以自行套用或角色互换也可以。OK 哈，我总觉得呢，这张牌卡让我认为呢，你在手上有一个正在进行的东西哦，它是很慢的。OK 哈，甚至有可能是处女座的朋友们是刻意让它慢下来的，
因为我总觉得你想要用这个时间去换取一些空间，然后来调整一下你想要去的方向。所以这个时候，我觉得你在第一个月份，你的脚步会放慢 ，OK， 还是会行动，这个东西还是会推延哈。就比如说工作还是要做啊，对不对哈？那比如说我就举工作为例，就是你可能想要斜杠哈，比如说你想斜杠，可是呢这个东西也急不得哈，也没办法冲很快，所以你有慢慢的在计划，慢慢的在走，因为你想要走的是这个蜗牛看的这个方向，就是这个城堡。OK 哈，所以呢，你目前有一点像是说，就是慢慢的推演，慢慢的走，然后很清楚知道去的方向。即使慢慢的，你也不急不徐，甚至有可能是你会刻意停下来。OK 哈，所以在第一个月份呢，你还抽到这个 Hierophant 跟这个圣杯6，我个人会感觉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意象哈，就是说你开始在回想过去，我想一下你看你在这边很可爱哈，还撑着你的头，然后跟这个猫头鹰一起在读书。OK 哈，就你刚说，我想一下吧，我到底还有哪里需要去加强的，我还需要学习的，我需要能够去提升的。然后最重要的是，你也会回顾过去就是说你会在这第一个月份的当下，就是东西虽然在行走，看似在走，在推，在继续进行，可是其实你在做的是一个反思的动作，你在回想在过去这些状况里面，就是你在斜杠安排这些东西里面，到底有没有什么样的东西，应该是你要更加学习更多一点点的，或提升多一点点的，甚至能够找到更多的这些资讯来协助你正在进行的这个东西。OK 哈，所以呢，这个东西呢，我会认为哈，你是愿意去投入的，甚至我会感觉你这个正在进行的东西，有可能是也会有旁边有人会协助你的。就比如说你在做一个案子啊，然后你有一些 team member 嘛，哈，所以这些同事也都会来协助你。OK， 看似这个案子做得蛮不错，但是总觉得好像可以再好一些。好，这个就是你在反思的这个能量场，我觉得蛮重的。OK 哈，然后也会有人来帮助你，甚至你们的团队里面刚好就是3个人，非常有趣。OK 哈，因为这就是这3个人，然后你在看这个东西。OK 好来，然后呢，这个 Hierophant 还有给我有一种感受，就是你对于这个知识跟这个资讯的这个渴望很强烈，就是说这个东西好像有一点像是说，我既然要做，我就要做好。OK， 所以我才会把这个手撑在我的脖子下面，不是脖子，下巴下面，这边思考到底该怎么做比较好。甚至有些人你们会挑灯夜战。就是说呢，比如说白天工作嘛，晚上比如说你是斜杠的那一派的处女座的朋友们哈，你就会晚上回到家，利用自己的时间挑灯夜战，在研究这些你想要持续让它推移的这些事情，或者是比如说你就是一般的上班族哈，你就是下了班之后自己还自愿加班来研究这个案子到底要怎么做，客户会更加满意。OK 哈，所以我个人会感觉这边是有很多反思、提升、优化的这个能量场存在，但是呢，东西呢是持续在进行的过程当中，因为你有一个目标，有一个地方你想要去抵达。OK 哈，那来到这个第2个月份哈，你抽到的这张是塔牌钱币9，然后呢还有这个圣杯1哈，这个塔牌钱币9跟圣杯1在你2月份呢，其实第2个月份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意象哈，为什么呢？这个东西我觉得之所以为什么你会想要去回想，为什么想要提升，就是因为这个塔牌你看这个塔都要倒你会奋不顾身的把它扶好。OK 哈，因为这个东西可能对你来讲很重要。这个塔是什么东西？这个塔就是这座城堡。OK 哈，我总觉得你们这些人在推进的这些东西，就是因为他可能来到的一个不温不热然后就是这种平平的状态，所以你想要有一个突破，所以你想要让它变得更好，甚至能够赶快尽早看到一个结果。所以来到第2个阶段就有点像说这个塔它快要倒掉了就比如说你在这边左思右想然后又这么努力挑灯夜战这个塔牌你是会愿意奋不顾身的把它扶好的，去把它坚持一定要去做到这件事情。OK 哈，所以正是因为如此，你在这边呢抽到的是一个钱币9跟圣杯1。这个圣杯1呢，给我有一种感觉，这个塔牌是要换来这个圣杯1的新生。我觉得某部分的处女座的朋友们，你会在2月份第2个月份去想通，你为什么当初要这样慢慢一步一步走向这个城堡的初衷或决心或原因。甚至有一些人，这个圣杯1给我有一种感觉，你会重新找回当初为什么你热爱这件事情，或者是你的做这件事情的价值是什么。好，这是这个圣杯1给我的一个感受。OK 哈，因为借由这个东西，你才可以蜕变。蜕变之后，你才有力量去扶住这个塔牌。就是说，我好像找到一个解决方法了，我找到一个解决工具了，先不要倒下来我要扶着这个圣杯 ，OK 哈，然后呢，也去扶着我的这个塔牌。你有没有发现这2个人都是在扶着的 ，OK 哈？但是这边也会有另外一个意味就有点像说，某部分的处女座的朋友们，你好像是有点像是燃烧你的热情，去维护这个即将要
倒掉的这个塔牌 ，OK 哈，所以呢，我个人会感觉哈，就是说这边如果这个东西有点不温不热哈，就是比如说不管是感情或工作哈，你都会觉得说我在燃烧我的热情去维护我这个塔牌，就是我不希望这个东西垮台了 ，OK 哈，所以呢，在这里这个钱币九象征的就是说，你呢其实也在思考。你还有多少的能耐能够去展现出来？比如说，假设这个案子到底要怎么样做才能够让客户看到我们的价值，或这个东西到底要怎么样做，我才能够让它比如说顺利的上市，好，类似像这样，或者是这一段感情到底要怎么样走才能够让我们重新点燃爱火哈，比如说像这样子 ，OK， 那我们这段关系就不会分崩离析 ，OK 哈，所以这个钱币九给我有一种感觉，就是你在想尽办法去做到这件事情。不过呢，钱币九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状态，就是我要提醒某部分的处女座的朋友们，你不要给自己压力太大，因为钱币九这个人哈，是从怎么讲，东山再起都没有问题。OK 哈，意思就是说，假设你就这样走到这里哈，我们就这样讲哈，划分，因为我总觉得这边有很小众的处女座的朋友们，你们在这边应该会有个划分哈，划分是指说可能另起炉灶。或者是这个塔牌我就让它倒了也没关系，这是很小众，大概只有10%到15%的处女座是走那一派的 OK 哈，你自己一个人都没有关系的。OK 好，或者是比如说你就离开了，你就决定我要完全去投入我的斜杠也可以 OK 哈，所以这一张钱币九给我有2个意向，第一，你要怎么样再一次发挥你的价值去吸引这个比如说关系当中的这个人，或者是比如说发挥什么样的价值让你的这个客户看到你的能力哈，或者是发挥你的价值，我就把这边都抹灭掉了，我就自己一个人重启炉灶或东山再起，或者是真的完全转向一个方向。这边大概是在中间第2个月份的时候呢，因为各个种类的这个处女座的朋友们都有哈，所以我这边都稍微提一下，请你们自己对号入座，看你是哪一派，好不好 ？OK 哈，好，那我就尽可能照顾每一组的这个所有不同的处女座的朋友们。那来到第3个月的时候呢，你抽到的这个是权杖9，然后抽到的这个是宝剑4，抽到的这个是权杖3。为什么我会说哈，你有这种绝地重生的感觉哈？就是说这边哈有一点像是这样子，然后下去一下，这边要上来了 ，OK 哈。然后呢，这个权杖9这个宝剑4呢，我先跟你讲解这2张哈。这张牌卡哈，就是说不管你是刚刚这边哈最后走哪一派的处女座的朋友们哈，你都会坚持到底，你都不会让自己怎么讲？很多人是知难而退哈，你是打死不退哈，就是这个权杖9给我的感觉。然后呢，这个宝剑4啊，当然你有很多情绪上面东西要去梳理哈，比如说你就自己去创业了哈，斜杠了，那你当然会有一些压力 ，OK 哈，但是你也会去思考我要怎么样去解决这些我担心的状况，所以你会拿着宝剑去打这3支宝剑 ，OK。那如果你依然是留在这样的体制或这样的关系或这样的状况里面的处女座的朋友们呢，你当然也会去深思熟虑，我要怎么样能够去避免这个宝剑3的事情发生。所以呢，其实在这里跟这里跟这里这3张牌卡都给我有一种感觉，就是你 hold 得很稳哈，你就是 hold 住姐就对了哈。所以呢，来到这里这个权杖3哈，这个权杖3呢，就有一种就是我很清楚知道我接下来要怎么做，所以他是很有这种骄傲的这个姿态，手是插在腰间的，手上拿着一艘船哈，意思就是说，你看这整个大海啊都归我管 ，OK， 这艘船呢，我想去哪我就去哪。OK 好，我只是现在还没有把这个船放下来而已，所以我总觉得3月份呢，你们还在思考怎么做，好，就是第3个月份可能还在思考接下来要怎么样做一个转型转变，或身份上面的转换，或者是感情上面的磨合，或者是怎么样去做一个表现。但是我觉得你应该是蛮有信心的，或者是胸有成竹，或者是已经有一个苗头，知道该怎么做，只是这艘船还没有放下去而已。OK 哈，就是这个最终的这个决定还没有下去。OK 哈，好，所以呢，我总觉得哈，这是一个转变的一个过程，然后呢，真正到完全可能拍板定案，可能要到下一季了，好吧 ？OK 哈，好，所以我们直接来看这一季在每个月份你要学习的这个实际的课题哈。那实际的课题呢，当然里面会有一些关键的人物跟时间点，甚至呢有哪一些细节的状况呢，我们都会在下半场的延伸牌卡解读来跟这个处女座跟海底捞的朋友们做一个分享，好不好？我们再做一些细节上面的剖析 ，OK 好。那当然，如果你有任何的问题，你想要问 ，OK， 我们在下半场的这个延伸牌卡解读呢，也有天使下凡来解答的这个游戏跟选项哈，你可以来看看天使跟宇宙有什么讯息啊，可以用这个牌卡来回答你，好吧 ？OK 好哦好，你的牌飞到一个很远的地方去哈，所以可能要等我一下哈，我要帮你剪一下 ，OK 好。好，他们说要再抽一张给整个季度的哦，好，还好有提醒我，我就停止了。OK， 哦，好 ，OK， 好，行。我有发现一件事情，处女座的朋友们，我在洗这2张牌卡的时候呢，这2副牌卡的时候，就是都还 OK， 这2张牌卡都是回圈式的，就是打
打回来我的身上，或者是跑到很后面哈。我可以跟你讲，通常会这样子洗牌，这个牌哈，其实牌出来的这个能量场，也是跟你们的状况是有关，所以它才会以这样的方式去呈现。我个人会认为呢，好，他们叫我等一下再跟你解释这个部分。我先解释每个月份有什么实际课题，等一下再告诉你为什么这2张牌卡是往回走的，好吧 ？OK 哈，好，来，好，我们先看一下。首先呢，在第一个月份你抽到的是 Justice， 然后还有星星牌卡，以及这个钱币侍者，还有这个对不起啊 ，Justice 星星牌卡跟钱币侍者 ，OK 好，我跟你说明一下哈。到目前为止，我录影呢，大部分的人都只有1张哈。你的牌卡很奇妙，他叫我抽很多张哈，而且是越来越少张，是3、2、1的状态。所以我总觉得在这个月份，你应该是有蛮多事情要处理。来到这里，稍微告一个段落，在这里就像我跟你讲了，你已经差不多胸有成竹了，有一个定案了，所以这边要处理的事情就比较少。在下一季的时候呢，应该就是你开始执行这一套计划的时候。OK 好，这样我跟你说明一下。OK，首先呢，这3张牌卡呢，在你的第一个月份呢，我会有一种感受哈，就是说，你有没有发现，你在这边是不是又拿着一个书？这个是不是就是跟这个猫头鹰是一样的道理？你在想，我到底要在哪里持续不断的去投入，然后我要在哪里灌溉这些东西，对吧？哈，这个就是跟我们刚刚所讲的这个能量场是一模一样的。OK 哈，好，那这个 Justice 呢，是你在衡量这个东西，所以你这边拿着一个天平，也拿着一个宝剑。我觉得某部分的处女座的朋友们，在第一个月份，你可能会进行一个切割。OK 哈，这个切割哈，不是说跟人际关系上面的切割哈，也是有可能哈。我这样解释给你听，比如说你现在在做一个案子，里面总是有10个团员哈，总是会有一个拢员，你就会做一个切割，因为你会觉得说这个东西哈，这样子下去可能对这个案子没有帮助 ，OK 哈。或者是比如说你在进行几个项目哈，你可能会删掉几个项目，或者是你在投资几个项目，你可能会删掉几个项目，是一样的道理 ，OK。所以在这个第一个月份，我觉得你要去做一个衡量，并且去做一个切割，拢员呢没有必要的支出啦，或者是不应该在投入的这些投资项目啊，你都可以做一个清理。这个是你在第一个月份要学习的实际的课题。OK 哈，第二个月份呢，就是你要去灌溉这些东西哈，你要注意哦。像刚刚我是不是有跟你说，你这个圣杯1啊，有点像是燃烧你的热情，在扶好这个塔牌，对不对？所以呢，在这个第一个月份的时候，你就是拿着这个圣杯啊，在灌溉这一个非常枯竭的这个土地。OK 哈，所以呢，他们要有提醒这个处女座的朋友们，在第一个月份的过程当中哈。他们要提醒你，为什么这边要进行一个衡量跟切割呢？原因是因为你的水是有限的，就是说你的热情、时间或能力都有限的。你要灌溉这一片大地，那你后面还有另外一片大地，你总要做出一个选择嘛。你只有这一杯，你是要浇这里还是浇那里 ？OK 好，所以我总觉得你的1月份都是围绕在好，我们先做一个切割，那接下来在哪里重整，或者是在哪里要做一个灌溉，它好像有慢慢缩小范围的这个感觉。然后接下来这个钱币侍者呢，就是拿着你所收集到的这些资讯跟资料，然后看看这个手上的这个钱币，好，就是很现实的，比如说是钱呐、时间呐，或者是精力跟青春呐，好不好 ？OK 好，你要怎么样去投入？所以最后这边呢，有一点比较有点像是说，这个慢慢做切割，这个慢慢灌溉做收紧，这个最后就是投入了。OK 好，准备要投入，但还没投入，因为它还拿在手上哈，你还在收集一些资讯 ，OK， 所以我才会说，你为什么在这边会回顾过去，到底哪里做不好，或者是哪里应该要优化？我觉得这边是在做一个统整的一个动作 ，OK 哈，这个就是你1月份要学习的课题，什么该收，什么该留，什么该放，这个你要特别注意。那来到第2个月份的时候呢，你抽到的是一个钱币2跟一个钱币女王 ，OK 哈，这个钱币2跟钱币女王加起来，说实在就是钱币3。OK， 那这钱币3呢，在第2个月份的时候，我刚刚有跟你讲嘛。你们在这里哈，开始会有不同派别的处女座了 ，OK？ 钱币3象征拆开，就是拆伙的意思，就是说我刚刚有讲嘛，某部分的你们在这边应该有一个划分，就觉得说既然我要斜杠了，我就独立创业，因为我这边该搞的东西我都搞好了 ，OK 哈？那继续留在这边的这些人呢，我个人会感觉哈，你为什么要扶好这个塔？就有点像是我们把那个拢员哈赶走了哈，那我们相对的人力就缩减了嘛，哈，或者是比如说我把投资的项目减少了，那相对的我的营收可能也会变比较少，对不对 ？OK？ 所以这个时候呢，这个合作可能会有一个切割的状态，这是第一点，你要去学习怎么样去接收这个状况可能会发生，你要怎么去 handle 后面的东西，不要忘了这一季你是 handle 节哈，你要 handle 好 ，OK 哈。然后呢，接下来呢，这个钱币加这个钱币象征的是钱币2 ，OK 好。虽然说这张牌卡是钱币2，不过这个小丑上面只有一个钱币 ，OK。那这张牌卡非常有趣的一件事情哈，你有没有发现这是一个城堡，然后这个小丑在上面杂耍 ，OK 哈。我个人会感觉哈，你在这里的这个钱币已经变成这个钱币。
币了，然后这个东西呢，离你的城堡更近一点点了，就是说，我觉得这样子做一个调整哦，可能对我原本要做的这个专案跟计划比较有效。好，我们的资源可以不用浪费，然后冗员也可以把它切断，然后呢，接着呢，我们也可以更加专心去一心一意的去朝向我们要制定的这个目标。OK 哈，然后呢，这张牌卡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是，这边有一个钱币女王哈，这个钱币女王呢，跟这个钱币侍者一样，你有没有发现他们两个都很认真在看他们钱哈？所以呢，我个人会感觉在8月份的时候呢，也就是7、8、9嘛，我们现在首播差不多是在6月底7月左右。那你如果不是在我们首播看到，请你就算第1个月、第2个月、第3个月 ，OK 哈。我个人觉得在第2个月，也就是8月份的时候呢，某部分的处女座的朋友们呢，你要更加能够去斤斤计较。好，这个斤斤计较不是小气的那一种哈，就是你要好好的去衡量你这个很实质的财务状况。OK 哈，因为呢，这边有一部分的这个小丑的这个钱币2呢，我会认为哈，有些东西你可以尝试没有问题，它无伤大雅，但是呢，你还是要回头来想看看。有关于大笔钱财出去这个投资好不好，或者是比如说这个案子这样投入可不可以 OK 哈，所以呢，我觉得在2月份呢，除了财务上面的这个实际发生的课题要学习哈，还有呢可以去做一些小小的尝试没有关系。那第3个部分就是会学习的一些实际状况，就是说这个拆伙的状况之后，后面发生延续的这些东西，你要能够 handle 得下来。好吧，好，那来到第3个月份的时候呢，你抽到这张牌卡是权杖国王 ，OK， 对，是这样。好，权杖国王，这个权杖国王啊，加上这个权杖3啊，其实象征就是权杖4，所以我才会说啊，你慢慢整合之后走到这边，它应该是比较稳定下来了。OK， 那这个权杖国王呢？你看他在森林里面哈，然后呢披着他的这个是披肩吗？哈，然后呢暂时呢在目前这个状况看起来是好像整个表情还行啊哈，可是呢我不知道为什么这张牌卡给我有一种就是哎呀，又要出去打一战啊的感觉。为什么呢？因为呢，好像这边统整过后哈，又有另外一个挑战要出现了哈。所以我个人会感觉哈，这个状况有点像是在下一季你要去挑战，把你这个新的目标跟方向再一次去把它稳定下来。所以这张牌卡给我有一种这个国王有点无奈哈，就有点说啊，又要打仗了哈，又要再来一回了哈。前面这边搞一堆，然后现在又要再来一回哈。所以我觉得在这边呢，你第3个月要学习的实际课题哈，应该是等于是说你要重整一下你自己的这个状态，在第3个月的时候呢，你应该要开始去把这边所有去处理好的东西，开始把它变化，应该说把它显化在你的现实当中，然后去把它巩固好，去把它做好这件事情。OK 哈，所以这边比较有点像是我觉得心理层面比较多一些。OK， 体力也要跟上。OK， 那整个季度的过程当中呢，你抽到这张牌卡是圣杯7。OK 哈，然后呢，这张圣杯7呢，是有一个人他喝得酩酊大醉。OK 哈，然后呢，他们要我提醒你一件事情，这个圣杯7代表你整个季度的这个要学习的这个实际的课题哈，就是要告诉处女座的朋友们，圣杯7啊，象征的是你有太多选择了，所以你会变成是说你不知道怎么做才好。但是你有没有发现这个圣杯7非常特别的一件事情？这个圣杯里面装的就是这个城堡跟这个最大的圣杯。你还记得？我跟你讲这还没有抽牌卡之前，我就先告诉你了哈。好，来，你呢要去的方向就是这个城堡，对吧？好，你想巩固的呢也是这个城堡，对吧 ？OK 哈。然后刚刚我是不是有跟你说，你会燃烧你的热情，找回你的初衷，思考你的核心价值，就是这个圣杯捧住的这个城堡。OK 好，所以他们要我提醒你一件事情，为什么在这边做一个整合、调整或整队很重要？原因是因为他们说这个城堡你会用你的爱去支撑你这个理想或抱负或者是梦想。OK， 但是同时你看你很累哦，躺在这里哈，不知道是喝醉还是很累哈，反正我们就当作他很累。OK， 这个就是说呢，在支持这个梦想的同时，你投入了很多的资源。OK， 相对的它会开花结果，可是相对的你的体力也有限，所以他们要我提醒处女座的朋友们，在整个季度的过程当中哈，你可能会耗费很大的心力、时间、资源、金钱，还有体力去支撑你这个梦想。所以你要做好这个心理准备，特别是在睡眠的部分，在体力的部分，你要能够 handle 好，就是你健康方面你要能够 handle 好才行。然后这张牌卡呢，也象征的是圣杯7。圣杯7的意思就是说，你要在各个选项当中找出最适合你的选项，这个是考验你的这个，我觉得眼力啊哈，或者是考验你的这个判断的能力，以及你自己能够去思考什么对你是有利的。
好不好 ？OK 哈，好，那以上呢这些报告完毕之后，我们要来看你的底牌王牌了哈。好，来，你的王牌在这个季度有什么要告诉你的哈？来，请看哈，这张牌卡叫做死亡牌卡，所以我就跟你讲嘛，为什么这个国王给我一种很哀怨的感觉，就是说啊，前面搞了这么忙，现在又要再重来一次啊，哈 ，OK， 这个就是置之死地而后生呐，哈。他没有，我跟你讲哦，你看哦，这是一个女生穿的一件很漂亮的衣服哈，手上拿着这个百合花，然后这边呢有一个肋骨 ，OK 哈，你可以看得很清楚哈。来，他们要我提醒这个处女座的朋友们，这张王牌要告诉你的一件事情，就是说你不要太担心，所有的事情呢会很平静祥和的持续慢慢的进行。这一张牌卡虽然是死亡，但是它蜕变成一个蝴蝶了。OK， 你本身就是穿着这个非常多花朵的这个旗袍的这个女生 ，OK， 所以他们说呢，他们叫我用一句话形容给你听，你就懂了。花落盛开，蝴蝶自来嘛。但他们要我跟你讲一件事情，不是的，这句话用在你身上是，即使蝴蝶不来，我这朵花我都要盛开 ，OK， 所以他们说这朵花势必得要开的 ，OK 哈，因为你是我告诉你啊，这个骨头是什么啊？你是掏心掏肺的想要把这件事情做好，所以每一次的过程当中，你都会不断的要求自己，提升自己，改变自己，然后重整自己，然后再挑战你自己，这个就是你 ，OK， 所以他们说，请你依然保持这样的精神与态度。但是这个转折跟调整势必会为你带来更好的转变，所以请你把它视为一个蜕变，而不是一个死亡。但是他们要我提醒你一件事情，如果没有死亡就不会重生，如果没有死亡你不会得到这些新的 idea 新的想法或新的成员进来到你的团队当中，所以这个东西才可以有一个新的方向。所以你必须要有能力放下你的过去，放下这些该淘汰的该切割的该处理的，你才可以有空间去容纳这些新生。这个就是这个王牌要告诉你的内容，好不好 ？OK 哈，那紧接着接下来我们要进入到下半场的延伸牌卡解读。如果你想要了解有关于更多详细你这一季的这些内容，包含宇宙牌卡的验证、症结点跟说明，还有关键人物、时间点以及会实际发生的状况，还有天使下凡来解答的这个答案的话呢，欢迎你一起加入我们下半场的延伸牌卡解读。那我们下半场的延伸牌卡解读的连结就在影片下方的资讯栏，欢迎你们一起来参加，好吗？那以上呢这些资讯就是要提供给处女座海底捞们的这个上半场的净能量运势牌卡解读。非常感谢你来收看我的影片，也希望你会喜欢。那我们就下次再见喽，拜拜。